嗨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！又到了西西姐姐讲故事的时间了。今天的故事是被误会了没关系。听，故事开始啦。遇到熟人了，妈妈提醒你打招呼，可你只是呆呆地站着。结果妈妈说道：“你怎么这么不懂礼貌？”你把头低了下去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宝贝，一定是妈妈误会你了。你不是不想打招呼，而是在心里已经打过招呼了。你其实说了嗨，还说了很高兴见到你。如果你能说出口，那就更好了。如果说不出口，那就告诉妈妈，我已经在心里打过招呼啦。你和哥哥们在公园里玩，结果把一棵小树的叶子都摘掉了。爷爷大声地批评了你，说你是个坏小子。你把脑袋扭向一边，非常生气。宝贝，一定是爷爷误会你了。其实这不是你一个人干的，你只是摘了3片叶子。但是摘3片叶子也是不对的，小树可能会因为没有叶子而死掉。所以你要跟爷爷解释一下，这不是我一个人干的，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对不起，而且我以后不会这么做了。好朋友来家里做客，你把箱子里的玩具都倒出来了，结果妈妈说不许捣乱。你撇了撇嘴，不说话了。宝贝，一定是妈妈误会你了。其实你是想把玩具给朋友玩的。你可以告诉妈妈，我是要和朋友一起玩的。妈妈会理解你的，而且她可能还会向你道歉。你的身上脏兮兮的，妈妈让你去洗澡，你大声喊我不。妈妈生气了，说你不讲卫生，你委屈极了。宝贝，一定是妈妈误会你了。你讨厌的不是洗澡，而是妈妈说话的语气。你可以告诉妈妈，我不是不想洗澡，我只是不喜欢你命令我。妈妈会改变说话方式的。你早就困了，可你就是不肯乖乖的睡觉。你不停地提要求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听故事。爸爸发火了，砰地把门关上了，你哇的就哭了。宝贝，一定是爸爸误会你了。你不是故意捣乱，你只是想要爸爸的亲亲。每天睡觉之前，爸爸都会给你亲亲的，可是今天没有。你可以告诉爸爸，你忘记亲我啦。如果爸爸亲了你一下，你可以指着自己的另一边脸说，再亲一下。你早就醒了，可你没有起床。妈妈已经大声喊了你3遍，你还是没有起床。妈妈已经不耐烦了。宝贝，一定是妈妈误会你了。你不是不想起床，而是不小心尿床了。你可以喊妈妈过来，然后小声地告诉她，我尿床啦，能不能不要告诉别人？妈妈会替你保密的。早饭吃了半小时，换衣服又用了20分钟，眼看着上学要迟到了，可你还是慢吞吞的。妈妈问，是不是不想去上学啊？你皱着眉头，就是不说话。宝贝，一定是妈妈误会你了。你不是不想上学，而是生病了。你可以告诉妈妈，我很不舒服。妈妈会理解你的。不舒服的时候，你要告诉妈妈，因为有时候妈妈会很忙，可能没有注意到你的变化。吃过晚饭后，你一直在看动画片，妈妈让你去写作业，你没理她。妈妈直接把电视关掉了，还狠狠地瞪了你一眼。
你撅着嘴巴也瞪了他一眼。宝贝，一定是妈妈误会你了，你不是不写作业，而是老师没留作业。你可以告诉妈妈，今天没有作业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对妈妈说，我看完这一集就不看了。也许妈妈不是逼着你写作业，而是觉得你看电视的时间有点久了。有个小弟弟看见你拿着一把玩具枪，就哭着喊着对你说，那是我的玩具枪。你一边摇头一边往后退，小弟弟哭得更厉害了。宝贝，不要害怕，你可以和小弟弟解释，这是我捡的，如果是你丢的，我现在就可以还给你。捡到东西最好是交给老师，或者让爸爸妈妈去处理，不能自己留着玩，因为丢东西的主人会很着急的。你画了一头身上长刺的牛和一个乱糟糟的牛棚，小朋友们嘲笑你，说你画的不对，和老师教的不一样。你很生气，也很委屈，但一句话都没说。宝贝，一定是大家误会你了，不是你不会画，只是你画的是乡下干活的牛。你可以告诉大家，我见过的牛就是这样的，牛的身上不是刺，而是杂草，牛棚也是乱糟糟的。你还可以告诉大家，牛的眼睛很大很圆，嘴巴一直在嚼东西，拉的臭臭很多。小朋友们会理解你的，并且还有可能会喜欢你画的牛。把灯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其实你不是在捣乱，而是想让一直在玩手机的爸爸能陪你玩一会儿。下雨了却不想打伞，偏要去淋雨，你不是想惹妈妈生气，而是想知道被雨淋湿的身体会不会长出彩虹来。吃饭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很不老实，你不是调皮，而是因为坐着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见饭碗里有什么好吃的。逛街的时候，你总是嚷嚷着要爸爸妈妈抱着，不是你在撒娇耍赖，而是因为你个子矮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宝贝，被误会了没关系，只是别人不了解真相，别人理解错了，你要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你也可以把事实解释清楚，被人误会是常有的事，每个人都会遇到。不要生气，也不要发火，有话好好说，慢慢说清楚，爸爸妈妈会理解你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